第117分钟，西雅图66000人全站着，塞内加尔的球员把主裁判围了个里3层外3层，有人当场就哭了。还有个哥们儿更绝，直接躺在点球点上，拿身子占着那块地不让罚。场边的小屏幕，主裁判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光这次回看就耗了7分多钟。本届世界杯最长的一次，结果出来点球比利时，光看这一幕，你八成以为比利时压了人家一整场，恰恰反了。85分钟之前，这支比利时0-2落后，按天空体育的统计，连一脚射正都没有。对，踢了85分钟，射正次数0。塞内加尔压着打，门柱都让他们踢了2回，就这么一场球，最后比利时3-2赢了。绝杀那个点球进在第124分钟44秒。男足世界杯踢了快100年，没有一个球比他更晚。今天咱把这场球从头到尾还原一遍，塞内加尔一手好牌怎么打没的？比利时这帮老江湖又是怎么从棺材里爬出来？先摆两队的底，比利时开赛前的世界排名第9，家里那批黄金一代德布劳内、卢卡库、门将库尔图瓦一起踢了3届世界杯，最好成绩是2018年的第3名，冠军一次没摸着，这一届被全世界叫做最后一舞。塞内加尔开赛前排第15，这几年非洲最能打的队之一，队里的老大哥马内34岁，赛前也说了，这是他为国家队踢的最后一届大赛。论状态，两队都是带着毛病来的。比利时小组赛前2场1-1埃及，0-0伊朗，自家球员一个球没进，唯一的进球还是埃及人往自家门里捅的乌龙球。末轮5-1新西兰才算缓过气。塞内加尔更悬，3场输了俩，1-3法国，2-3挪威，全靠最后一场5-0伊拉克续命，成了唯一一个只拿3分就挤进32强的队。哨一响，排名第9的立马被排名第15的按在地上摩擦。第13分钟，库尔图瓦扑了一下边后卫雅各布斯抽过来的球，没拿稳，球正好掉在萨尔脚下。萨尔，塞内加尔的头号快马，这届已经进了3个近在咫尺的补射，蹭着门柱弹了出去。第25分钟，躲不过去了，马内右路一记往里兜的传中，萨尔中路强点扭着身子一记头球，又砸在门柱上，球弹回禁区。反应最快的是中场迪亚拉，跟上补射空门。第25分钟，全场第1个进球，塞内加尔1-0领先。上半场塞内加尔踢的那叫一个漂亮，马内、萨尔、恩迪亚耶轮着冲比利时那条老龄后防线，比利时俩边后卫基本靠目送。有个数据贼扎眼，按机会质量折算的预期进球数，行话叫 XG， 数据网站给的上半场数字，塞内加尔1.9，比利时0.15，一边创造了小2个球的机会，一边连汤都没摸着。德布劳内那脚轰上看台的射门，成了他这晚的缩影。上半场就这么踢完，塞内加尔1-0领先。比利时更衣室里，主帅加西亚做了个决定。加西亚，法国人，去年1月才接手比利时。中场休息，他把顶在锋线的德凯特拉雷换了下去，换上来的人叫卢卡库，33岁，比利时队史头号射手。这赛季在俱乐部那不勒斯养大腿伤，拢共就替补捞了40来分钟，把宝压在一个1年没正经踢球的33岁老将身上。你就说悬不悬吧？结果下半场开场先挨一闷棍，第51分钟，塞内加尔中卫尼亚卡特后场一脚长传，直接打穿比利时俩中卫之间的空档。萨尔前插单刀，就是一个人面对门将，他起跑时机掐得刚刚好，没越位，胸口把球一卸，步子都不带乱的，弹地爆射右上角，库尔图瓦够都够不着。第51分钟，塞内加尔的第2个球，2-0。5分钟后，加西亚干了件更狠的，一次换俩，边锋多库下，德布劳内也下。35岁的德布劳内3天前刚过完生日，国家队踢了120多场的老臣，这是他世界杯生涯被换下最早的一次。多库下场时明显不乐意，德布劳内一句话没有，阴沉着脸在替补席坐下。转播镜头扫过去，谁看了都觉得这画面像极了一代人的告别。讽刺的是，赛前加西亚还在替他怼媒体，说德布劳内烧干了，太过分了。这场踢完，媒体给德布劳内的评分10分制3分半，塞内加尔2-0领先。比赛还剩半个多小时，全世界都以为比利时黄金一代要用这么难看的方式谢幕了。赛后连加西亚自己都招了。第83分钟的时候，真的很难相信还能逆转。可塞内加尔那边领先2球之后，做了一个特别顺理成章也特别要命的选择，收。从第51分钟到第86分钟，
这35分钟，塞内加尔就干了一件事，往回收，守着2球的稳健过日子。第73分钟，主帅蒂亚乌一次换俩，把进球的迪亚拉和前场活力点恩迪亚也全撤了，摆明要把2-0守到中场。道理上没毛病，淘汰赛嘛，可账不是这么算的。第一笔账，该进的球你没进，萨尔这场2次砸门框，13分钟那球要进了，故事完全是另一个写法。领先时没杀死比赛的每一个机会，当时看是可惜，往后看全是债。第二笔账更要命，体能。上半场那种满场追着人咬的踢法是烧油的，一般队踢到60到70分钟，油箱就见底了。领先之后再一收，等于把球权白送对面，自己10个人在禁区前顶着，顶不顶得住，全看那口气还剩多少。而对面替补席上坐了一帮养精蓄锐、见过世面的老家伙。这个死因，赛后塞内加尔主帅蒂亚乌自己都认了，足球比赛不是踢85分钟的比赛，我们想守住比分，丢了一个球之后，能量一下就掉下去了。接着就是第二个，有些球员的体能顶不住了。比利时那边呢，下半场补水暂停，就是天热，裁判叫停，让大家喝口水那会儿，加西亚跟队员说了一句话：只要再进一个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这话当时听着像鸡汤。顺嘴说一句，那次暂停还有个小插曲，队长蒂勒曼斯跟自己队友吵起来了，吵得挺凶。这队没散，是憋着火呢。说到这儿插一句，咱这频道天天陪你把世界杯一场一场掰开了看，还没订阅的老铁顺手点一下。比利时下一场还有大戏，咱接着唠。回到球场，第86分钟，比利时全场第一脚射正来了。第86分钟，比利时右路，78分钟才上场的老将莫尼耶起球传中。半场就换上来的卢卡库埋伏在小禁区前，进门柱一蹭，球进了。塞内加尔2，比利时1，领先只剩1个球了。这是比利时全场第一脚射正，踢到第86分钟，第一次把球踢进门框范围，就是个进球。再看这个球的成分，传中的莫尼耶是替补，上场才8分钟，包抄的卢卡库也是替补，隐身了40分钟就露了一下獠牙，全是加西亚中途换上来的后手。这一下一块对下，塞内加尔还没回过神儿。第89分钟，比利时边锋特罗萨德又是一记传中，门将迪亚乌出击，判断错了落点，整个人从球底下漏了过去，蒂勒曼斯跟上，头球掉进空门，2-2扳平了。从卢卡库进球到这一下，中间只隔了2分39秒，塞内加尔连喘口气儿的功夫都没捞着，守了35分钟都没事，怎么3分钟就全崩了？前头那2笔账一块到期了，自己腿上的油烧光了，对面场上站着的是刚换上来的一波有电的。3分钟2脚射正，2进球，比利时从0-2追成了2-2，66000人的球场彻底炸锅。这儿得替迪亚乌说两句，塞内加尔的正牌1号门迪，小组赛对挪威伤了膝盖，这场压根上不了。迪亚乌是顶班的，比利时前85分钟连一脚射正都没有。他大半场闲的基本没活干，一有活就是这次出击失误，全场的锅全扣他头上。守门员这行就这么残酷。90分钟打完2-2，淘汰赛平局不能就这么散伙，再加踢30分钟，还平就点球大战，两边拖着灌了铅的腿进加时。加时赛比利时气势在头上，替补拉斯金远射，头球各来一次。塞内加尔换上的年轻人姆巴耶也错失过一次好机会。真正的风暴在第117分钟左右，一记传中掉进塞内加尔禁区，蒂勒曼斯后插上赢球，身后追防的卡马拉。塞内加尔66分钟才换上来的22岁小将，一个滑铲，俩人一块倒地。主裁判马丁内斯，洪都拉斯人，看了一眼没判，比赛继续。紧接着替补上来的卢克巴基奥一脚轰在横梁上，比利时差一根手指头就绝杀了。球出了底线，是才开始。劳甘固录像回看裁判，相当于教师后头装的监控，老师随时能调录像，看你刚才是不是作弊了。这位监控老师提示主裁判，刚才那波进攻发起前，禁区里那一下，你去看看回放。主裁判走到场边小屏幕前，一遍一遍又一遍，从启动回看到点球罚出，前后7分多钟。本届世界杯最长的一次。回放里的事实是这样的：卡马拉那一铲从头到尾没碰到球，蹭到了蒂勒曼斯脚跟的小腿的一条线，接触非常轻，但确实存在，也确实让蒂勒曼斯没够着那记传中。按规则，后卫在禁区里没碰到球，绊倒了进攻队员就是犯规。主裁判看完回放，指向点球点，塞内加尔炸了，全队围住场边监视器，有人当场哭了。老将希斯干脆受伤似的往点球点上一躺。
拿身子占着那块地，直到蒂勒曼斯站过来才起身抗议加拖延，前后又耗了好几分钟。但说到底，没有一个人离场，把球踢完了。这球到底冤不冤？两边的话都摆这儿，你自己称。不认可的一派来的不小。英国转播这场球的 ITV 演播室里，曼联名宿内维尔说：“我真心不认为这是点球，按本届定下的判罚门槛，这球不该吹。” VR 看得越久，越是在重新执法这场比赛。他老队友基恩更直接，判得非常非常苛刻。你希望裁判判罚带着笃定，可他在屏幕前犹豫了那么久。ESPN 的规则专栏给的结论也拧巴，技术上判罚成立，但吹不吹都说得通。对塞内加尔极其残酷，认下来的一派呢，规则派说的干脆，你铲了没碰到球，踢到了人就得担被吹的风险。更有分量的是塞内加尔自己人，主帅蒂亚乌说：“我们自己的理解是没有点球，球员们去争了，那是他们的权利。”首开纪录的迪亚拉说的最狠，该怪只能怪我们自己。裁判的事我不想谈。点球点前站的是蒂勒曼斯，29岁，去年9月刚从德布劳内手里接过队长袖标。他自己说，罚之前跟卢卡库商量了一会儿，卢卡库就仨字：你来罚，助跑。起脚，球直挂右上死角，迪亚乌毫无机会。比利时3-2反超，这时候已经是加时赛的补时。全场比赛的最后1分钟，计时器定格在124分44秒。男足世界杯快100年的历史，没有一个球进的比他更晚。上一个记录，2014年阿尔及利亚的贾布，120分49秒，这一下被抹掉了将近4分钟。几分钟后，中场哨响，比利时替补席全冲进场里。塞内加尔的球员摊的摊，哭的哭。这场球看完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历史的押韵。2018年世界杯淘汰赛，比利时对日本0-2落后，最后3-2。8年后，同一个国家，同一个比分，同一套剧本，世界杯淘汰赛落后2球还能翻盘赢球的，历史上能干成2次的只有俩国家，西德和比利时。85分钟还落后2球，最后愣是没输。世界杯近100年头一份，这就叫大赛里泡出来的定力。见过大风大浪的队，刀架脖子上手不抖，但赢球的成色得说实话。全场预期进球，赛内加尔3.5还多，比利时1.8。说白了，比分占比利时，机会质量占塞内加尔。比利时烂了85分钟，这话主流媒体自己都在说，连加西亚赛后都承认塞内加尔配得上赢。但我很高兴，赢的是我们。这位老哥赢完球还顺嘴给对手上了一课。这种队我们了解，2-0领先就只想着守，这在我看来是严重错误。记得提醒我，咱们2-0领先的时候可别这么干。赢球的把输球的死因当众念了一遍，就这做派也是没谁了。所以这场球真正值得记住的是2代人的交接棒。比利时这边黄金一代的3张老脸各有各的滋味。德布劳内56分钟被换下，替补席上一言不发，赛后也没见他在镜头前多说一句。卢卡库进了扳回希望的那个球，国家队第92球。这场球赛前他就把话说在头里，塞内加尔是顶级强队，这会儿是我们最难踢的比赛之一，真让他说着了。真正把球队扛过线的是新队长蒂勒曼斯，89分钟头球扳平，加10被传到点，再亲手把点球轰进死角，全场最高分。加西亚说的直白，胜利来自替补席，光靠首发11个人拿不到成绩。塞内加尔那边更让人唏嘘，马内93分钟被换下，加时赛只能在替补席干看着。点球罚进那一刻，镜头给到他，双手捂着脸。跟他一批的老哥们，盖耶36了，库利巴利35了，这批人给塞内加尔捧回过队史第1座非洲杯，如今一块到了谢幕的岁数。送出点球的卡马拉呢，连着2年的非洲最佳年轻球员，塞内加尔下一个10年就指他的核心。中场哨响时哭得没法安慰，老大哥尼亚卡特搂着他说：“输，咱们一起输。”我跟他说了，别怪自己。一边是新队长把老一代带过了线，另一边是新核心的一次划船，亲手送走了老一代。你说足球这剧本，搁编剧手里都不敢这么写。塞内加尔这届其实创了纪录，单届进10个球，头一支做到的非洲球队，攻击力拉满，可32强就回了家。这也是本届第4支在32强惜败出局的非洲队了。前头有南非、科特迪瓦、刚果金，
非洲军团倒还没全军覆没，点球淘汰荷兰的摩洛哥已经先进了16强。阿尔及利亚、埃及、佛得角、加纳还在后头排队出场呢。塞内加尔国内媒体的标题挺扎心，写的是残忍的幻灭，但收尾那句是雄狮昂着头离开，比利时活下来了，奖励是啥？16强对手美国，美东7月6日晚上8点，北京时间7月7日早上8点开球。地方都不带挪窝的，还是西雅图这座球场。比利时连做2轮，主场感直接拉满，这里头的恩怨可深了。2014年世界杯也是淘汰赛，比利时加时2-1淘汰美国，美国门将霍华德那晚扑了16次。按国际足联的口径，世界杯单场扑球记录到今天没人破。那场球哪天踢的？2014年7月1日。这场呢？2026年7月1日，整整12年，同月同日。更巧的是，2014年加时赛替比利时进球的俩人，德布劳内、卢卡库。12年后还穿着比利时球衣，美国刚破了24年的魔咒，2-0波黑，可头号射手巴洛贡吃了红牌，16强停赛。一边是等了12年的复仇局，一边是黄金一代的续命之战。博彩公司开的盘口居然还稍稍更看好美国，这场球值得你定个早上8点的闹钟。喜欢这种把一场球掰开揉碎讲的，订阅点一下。7号早上那场，咱不见不散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马，